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我们说一下 CF VLess、CF Children 混淆代码的一个应用啊。因为1101事件之后呢，只能用混淆代码。那混淆代码的话，很多都要用到变量。那这里的话，勇哥再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。勇哥决定啊，从今天开始贡献自己的 Proxy IP 给大家用。勇哥这些 Proxy IP 呢，都是自己建立的啊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做。好，来到勇哥的 GitHub CF VLess CF Children 项目。那我们这里先说 Workers 创建啊。首先点开 VLess Workers Pages 这个文件夹。那我们这里要用到第一个混淆的代码，只有一行啊。现在我们进入 CF 网站，点击创建 Workers， 名字随便取一个啊。点击部署，点击编辑代码。复制的时候，你可以选中，然后按 Ctrl 加 A 全部选中 ，Ctrl 加 C 啊复制啊，也可以啊直接点击这里的两个框框啊，我们点击出现 COP-IED 啊，这个也是默认全部复制了，那全部选中啊删除吧，然后再 Ctrl 加 V 粘贴。然后我们再点击部署，已经保存成功啊。当我们点击部署创建完成之后啊，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手搓无数个节点，因为呢 Workers 中国的网络是打不开的，你必须要通过代理的方式才能打开这个 Workers。那我们点击访问，那现在我是通过代理方式才能进去的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展现这个控制台，默认的 UID 就在这里啊，万人旗 UID 复制，点击末尾输入一个斜杠，然后粘贴这个 UUID 回车啊，这样的话就进去了。因为有些情况下啊，你当前是没有代理的啊，那怎么搞？那我们就要直接手搓一个。那手搓的话啊，只要2个条件就可以。这个是在之前啊说这个 BPP 泄露节点的视频中有提到啊。我们创建一个 VLess， 现在开始手搓啊。地址啊随便写一个优选 IP 啊 ，SUK.HK 啊，肯定是80系节点啊，最简单的啊。端口啊8080，然后 UUID 就是这里默认的万人旗啊，然后传输协议 WS 伪装域名就是你的 Workers 的地址，就是这一个 pass 路径你写不写无所谓啊，它都是可以生效的。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啊，只有你知道的条件就2个，一个是伪装域名 host， 还有一个就是 UUID， 其他的一些东西地球人都知道啊。然后我们点击确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VTOLIN 的右下角已经有延迟了啊，那说明这个节点肯定是通了啊。那有些小伙伴说你一定要 ping 真连接，那就 ping 一下啊，就算它是-1也无所谓，也是通的。那我们选中之后，先把它运行起来啊 ，OK 啊。那目前这个节点已经在运行了，小白朋友们一定要会，这个学会了，走遍天下都不怕啊。有了这个节点，你开启之后啊，再点击啊访问这个 Workers 地址，输入 UUID， 那就非常简单了啊。然后我们再回去啊，你想改 UUID 或者是改 Proxy IP 就比较的累啊，因为之前是明文的啊，可以直接在代码上改。那现在的话只能通过变量。首先我这里创建的是 CF VLess 节点，我们看第一点啊，目前简单的就4个变量而已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量要求啊，首先第一个 UUID 啊，这个是建议啊，你可以不变。那如果你心够大的话，你可以继续用这个 UUID 也是可以的。Proxy IP 的话是可选啊，因为默认的 Proxy IP 都是某些大佬的 Proxy IP 域名，现在还是可以用的，不换也可以。然后下面2个订阅节点优选 IP 以及优选 IP 的对应端口啊，这2个变量，当你使用订阅类的客户端的时候，并且要更改优选的时候，才需要设置这些变量。那有些小伙伴说我用订阅类的，但是我不想改啊，那也可以啊，因为勇哥这里默认值已经给你全部搞好了。有需要的小伙伴啊，可以点击这个视频去看啊。那这里的话我就不操作了。那这里的话我主要操作这个 UUID 跟这个 Proxy IP 啊，因为这2个设置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。回到 CF 的控制台啊，我们首先设置 UUID 啊，变量和机密这里我们点击添加，变量名称大家一定要看仔细 ，UUID 要小写，注意看一下啊，不要有任何的空格或者什么啊。然后它的值用 VTOLIN 生成一个，注意生成之后直接复制啊，然后粘贴上去啊。注意粘贴的时候你看一下啊，前后有没有空格啊，不要把空格给复制进去啊。因为之前我发现过有一些小伙伴加了一个空格啊，还有一些小伙伴加了一个回车符，那就全炸了啊。然后我们点击部署，
OK 啊 ，UUID 已经设置完成啊。那我们现在再点击这个控制台的话，就已经进不去了啊。我们刷新一下 ，OK 就进不去了啊，因为你的 UUID 已经改了啊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UUID 给复制过去啊。我们把 UUID 给更改一下，粘贴，然后回车，改了 UUID 之后，那又进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 Proxy IP 它的一个变量名称，变量名称就是 Proxy IP 啊，要小写。那默认全局的话，控制台会给你显示出来。目前用的就是这个 Proxy IP。那有些小伙伴说，哎，我不想用这个默认全局啊，那现在我们就要变更，用到变量，点击添加，变量名称就是 Proxy IP。值的话就有多种形式了，可以用 IPv4 地址、IPv6 地址、域名。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域名形式，默认都是443的啊，443它就不用带端口了。那如果你使用非443端口的话 ，Proxy IP 后面必须带端口啊 ，IPv4、IPv6 域名都要带端口。OK 啊，那现在默认的就是这个 Proxy IP。我们现在要改一下，那我就改我这个 Proxy IP， 因为我是非443的啊，所以我要加冒号端口，然后点击保存并部署。Proxy IP 已经添加完成，我们重新启动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刷新 IP 点傻逼，它就会变成这个 S10 的 Server 00的 Proxy IP 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全局啊，包括单节点以及订阅链接，全局都是这个 Proxy IP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使用单节点设置 Proxy IP 就比较独立一点啊，它是仅影响当前客户端正在设置的单节点，并不影响其他单节点或者是其他订阅链接的 Proxy IP 啊。那就说白了啊，如果你这里添加 Proxy IP， 那它仅仅影响你这一个节点的 Proxy IP。那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啊，格式是-pyip 等于IPv4 地址，或者是 IPv6 地址，或者是域名，非443端口要加冒号端口，这个大家要记住啊。那我这里的话，我用的是域名啊，这里用 S14 的 S14， 点击确定，又会刷新它的 Proxy IP 啊。那我们刷新一下，它就会变成 S14 的啊。OK 啊，变成了 S14。那如果是其他节点，它的 Proxy IP 还是 S10 的啊。那我现在当场来看一下啊，克隆一个。那克隆完之后啊，我把它改成443系的节点，然后要开 TLS， 跳过证书验证，爬速径我就不写了啊。然后点击确定，然后设置里面啊，因为是 Workers 开 TLS， 我必须把分片开起来啊，这个分片要开起来啊。点击确定，然后我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。啊，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右下角，它已经变了啊。那我这里刷新一下，它就会变成 S10。因为 S10 它是全局的，这里忘记说了啊，那个 v2n 右下角啊，如果当前延迟有数值，说明这个节点是通的；延迟后面带有一个 IP， 那说明这个 IP 就是 Proxy IP。有些情况下，它虽然有延迟，但是它后面没有带 IP， 那当前节点的 Proxy IP 就已经失效了。v2n 右下角显示的 IP 就是 Proxy IP， 这个要记住啊。那其他订阅节点的话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那几期教程啊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订阅节点的几个说明，大家要注意分清楚。还有一个自定义域啊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个演示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操作一下 Pages。好，点击创建，选择 Pages。啊，目前的话，我这里只推荐大家用上传资产的方式啊，点击上传资产，项目名称随便输啊，点击创建项目，放入你的资产。那这里我就选 Children 吧，
然后选择依然是混淆代码，我们点击右上角3点啊，点击 Down 把它下载下来。好，那下载完成之后，新建一个文件夹啊，你也可以用压缩包啊，我新建一个文件夹啊，名字随便输一个啊，把这个文件拖进去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资产包文件夹拖进去，它就会自动上传。然后我们点击右下角部署站点，做到这一步，你就可以手搓 TLS 节点了啊。Pages 的话，目前啊，全中国好像只有中国移动可能会阻断啊，其他网络都可以正常打开啊。那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，我们斜杠输入它的一个默认密码，就是万人骑密码 Children 啊，输入斜杠 TROJN， 然后我们进入 OK 啊，那这样的话 Children 也顺利的进入了。Pages 的话，它比较特殊啊，它只支持 TLS 节点，不支持80系端口的非 TLS 节点，这个大家要清楚啊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继续手搓啊，我们手搓一个啊 Children 啊。地址还是优选 IP 啊，还是优选域名，随便输一个。端口它只能是开 TLS 的443系端口8443吧。然后密码默认的 Children， 传输协议 WS， 伪装域名，伪装域名就是这一个域名啊。pass 路径啊，随便无所谓啊，输不输无所谓啊。然后传输协议必须打开 TLS， 跳过证书验证，选择就这样。同样的，你只要知道2个条件就可以啊，一个是伪装域名，一个是密码啊，这个的话跟之前说的 VLAS 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它们2个只是一个是密码，一个是 UUID。OK， 点击确定，然后我们选择设为活动服务器，看一下右下角啊，它已经变成了台湾啊，已经变成了这个 Proxy IP 已经显示出来了啊，那说明这个节点肯定是通的。有些小伙伴说，哎，我又要设置变量了啊，那设置变量。那 Pages 的话，自定义它这里单独有一个自定义域啊，它设置自定义域跟那个 Workers 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也不多说了。然后我们这里要设置变量，添加变量，根据这个项目的说明啊，密码建议更改，名称 PSWD 啊 PSWD， 值的话建议是数字和字母啊，因为之前的教程我是说过，你可以输任何的字符，但是啊。你手搓可以，你订阅链接的话，你导出会出现错误啊。那我这里随便输一个12345吧，然后点击保存。你设置好了，它并不会立刻生效，你必须要点击创建部署，再次把你的这个原始文件啊拖进去，再上传一次，你的变量才会生效。我们点击保存并部署。OK 啊，那这样的话就已经生效了。再刷新一下，那原先的 Children 密码已经失效了啊，我们必须要把它改一下，改成12345回车就进去了。好 ，OK 啊，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啊，针对我们近期发生的这个1101事件，我总结了几点啊，大家可以避免这个1101啊。首先，你可以做如下操作啊，那这也是很多小伙伴告诉我分享给我的啊。首先啊，你可以尝试更改这里的子域，你可以点击更改，把这里的子域改一下。还有一种方式啊，比如说 Workers 设置这里，打开这个 Workers 1101，或者是自定义1101，你可以先点禁用再启用啊，点禁用再启用，多点几次，可能也会消失啊。不信你可以去试试看啊。你都不管用的话啊，那你只能使用杀手锏了啊，那就是重新注册一个 CF 账号。重新注册 CF 账号这个方法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啊。那这些 Proxy IP 分为德基的 Proxy IP， 还有一个就是 Server00的 Proxy IP。那这些 Proxy IP 都可以打开 ChatGPT 客户端，相信你用 CF VLAS 可以用得到啊。那勇哥的话有德基也有 Server00，Server00我是不怎么用的啊，我就专门贡献给大家用。那德基的话我也平时都吃灰，那也给大家用啊。那今天的修复教程就简单的说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